现在的时间是凌晨5点，人在巴黎喜来登酒店的门口。真的是好久没更新，太想到处骑这个系列的影片了。想不到回归的第一站，居然就是在台北这里。每次来台北玩，都是很想利用时间来骑自行车，只是碍于地点跟时间的缘故，所以一直无法顺利来骑。这次刚好住在巴黎喜来登酒店这里，旁边就是巴黎左岸自行车道。也正巧酒店门口就有公共自行车可以租借，再加上天气居然还不错，没下雨，那这次睽违已久的太想到触骑就顺利成型啦，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呢。如果对这系列有兴趣的观众，也欢迎支持点个赞跟订阅。那这次车程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主要是以巴黎左岸公园到关渡大桥来回为主。没有办法一次全部骑完长达14公里的路程，也请各位观众多加见谅。另一方面，本来以为凌晨5点了，天色应该是够亮，想不到前半段影片还是有点偏暗，这部分也是需要请各位观众稍加忍耐一下了。最近有在考虑要准备来升级拍摄的器材，如果有不错的运动型设备，也欢迎各位观众推荐一下。那回到这次的自行车主题，这边介绍一下巴黎左岸自行车道主要景点。巴黎左岸自行车道从观音坑溪口到下谷子渔港，全程约14公里。这条自行车道沿着淡水河岸，沿途可经过关渡大桥、巴黎渡船头、蛙子尾生态保护区、13型博物馆等景点，是结合人文、生态与古迹的热门单车路线。这条自行车道并不会有与汽机车并行的情况，算是一条还蛮舒适的自行车道路程。那现在经过的就是巴黎渡船口。老实说，住在巴黎喜来登酒店，夜间的娱乐是真的少了点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，早上才能4点半就起床，准备这次的单车行。看一旁的店家，完全没有一家有营业的，连个早餐店的踪影都没有。看来真的是完全走观光客路线。不过令我好奇的是，渡船口好像7点才开始营业，相较于高雄的旗津渡船，早上5点就开始营业。巴黎的居民还是只能依路上交通为主吧。说起来，这也是我第2次到淡水来玩而已。不过上次就单纯的坐捷运过来，在金色河岸看个夕阳，淡水老街走一下就结束了。这还是第1次坐船过来巴黎这里来住一晚。虽然这里有新北市河滨公共自行车的巴黎租借站，跟一般店家的出租自行车，但是营业的时间都要早上8点过后了，而还车时间也是早早的晚上7点就要归还，实在有点不方便。而这条自行车道微笑单车的点，老实说真的很少，也是刚好饭店门口就有点可以租借，要不然这次的单车之行可能也要无疾而终了。也就没办法来体验这淡水河畔的凌晨之美了。那经过渡船口后，这边就没有啥商店跟住家，而双线道的宽道让来往的车辆可以放松骑，而且这条路线没有与一般道路交错，自然也没有红绿灯的问题。虽然有些路段路面较颠簸，但稍微提下速还是可以。以自行车道来讲，算是很好骑的路况。不过我是在凌晨这时间来体验的，不知道其他时段的人潮车潮是否会不会拥挤。不过说到方便性就稍微逊色了点，像我之前分享的路段大部分都有大众运输，骑累了随时都可以还车、坐捷运等等回到出发点，这里可能就不那么方便了。骑到这里总算是可以看到另一个风貌的淡水河畔。其实我有点搞不懂，这淡水河有潮汐之分吗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些船只搁浅在沙岸上，既然是靠出海口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枯水季的缘故吧。如果有了解的观众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那不知道眼尖的观众是否有看到旁边有些不同之处？很多都是有迷彩不掩盖的设施，后来经过一看才知道，原来是军事器材，还有国军驻守。才想到这里其实也算是军事重地啊。说到这个，也才想到在2024年发生的新闻，居然有中国籍人士大拉拉的驾着小艇直冲淡水河，我也觉得很妙，这小艇也太猛了吧！
不可能横渡台湾海峡一路冲过来吧？再加上这里的船只来往也不少，是要怎么辨识出来？看沙岸那堆搁浅的船只，混在里面也很难发现，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预防同样的偷渡事件。那再讲下去好像就离题了，继续回到自行车的主题吧。这边路况看起来也很适合练跑用，但这地理位置感觉就很难连贯起来。就算是想练跑一圈，也是要经过关渡大桥那段到淡水，但这样回程就还要再坐一次渡轮，非常的不方便。不过有听说连接淡水与八里的淡江大桥，即将在2025年底完工，并同时承载公车、机车、自行车、人行等专用道，也是台湾最新一座的协商桥。那等到那时候，这条八里自行车道应该就能更多样化了，也可以为八里这里带来不同的新气象吧。那也不得不说，这里感觉就有点像是半个工业区，虽然不比传统的工业区一样，但这边的工厂也不少。遥望对岸的淡水市区，感觉就是两样情。说到这里，我有点不太理解，以往说林口、三峡、淡水合称林三淡，是比较不方便且房价较低的地区，但这次来淡水玩，似乎没有想象中的不方便啊。大楼一间接着一间盖，这里的地形也自成一派，就算是要直达台北市区，也有淡水信义线可以搭乘。如果以我高雄人的观念，也不过是冈山到高雄车站这段距离的差别而已，就算是通勤也不过是38分钟。怎么以前听人家讲，感觉住淡水通勤台北上班，要1个多接近2个小时那么久的感觉。如果刚好有住在这里的观众，也相当欢迎指点一下。那骑到这里，其实也才一半的距离而已。从我们出发点巴黎喜来登酒店到关渡大桥，单程约5公里而已，但我是以来回计算，所以这次的距离也是10公里左右，骑乘时间约45分钟。影片的部分是有稍微调快来缩短长度。看到这名称，就让我想到某部卡通。不过说来，真的是也是太凑巧，这里在好几年前也发生过全台知晓的案件。那这边就不特别提这件事了。继续回到这条自行车道的主题上吧。随天色越来越亮，来往的运动人潮也开始多了起来。有别于其他海岸线、韩岸线的自行车道，这里最为特别的植物物种就是红树林。那这边也稍微说明一下有关红树林的由来。红树林为什么叫红树林？因为某些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沿海地区，红树科植物的树皮中含有丰富的单宁，这种物质与空气接触后会氧化变红，过去也被用来提炼红色染料，因此得名红树。红树林面对海口滨海的恶劣环境，演化出很强的耐盐性及抗风力，为保顺利繁衍、提高存活率，发展出独特的胎生苗。种子于母株上便开始发芽，发育成幼苗。这一过程称为胎生，故称之为胎生苗。当胎生苗在母树上成熟时，会自行脱落，落入水中或泥地中，形成相当独特的生态圈，便是时至今日的红树林。如今更有捷运站直接取名为红树林站，可见这里的红树林规模之大。但近年来，生态学者对这种物种开始有负面看法。其城中的告示牌常写着“书法红树林，记得会更好”的标语。那后来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，我也稍微查了一下资料，为什么以往被列为保育类植物红树林，如今却是要减少数量来维持生态循环？在早年的时候，由于红树林的根茎能牢牢抓固沙滩，且能净化水质，提供生态期的固碳、防风消浪，被当时的学者认为是可以扩大栽种的物种。从1976年的200公顷到2023年已经成长到680公顷。过度的栽种反而对生态与环境造成反效果。过度扩张的危害包括阻塞河道，影响排洪，拦阻垃圾，增加围营滋生问题，改变滩地机制，使土壤变得更泥泞酸性，以及因荫蔽效应破坏招潮蟹等底栖生物的栖息地，造成其他物种的生态危机。只能说是有一好没两好吧。那说明完这条自行车道的植物物种后，接着再讲讲这条自行车道适合怎么骑吧。如果是观光客，那就一定是要骑公共脚踏车才方便了。但巴里渡船口本身并没有公共脚踏车站可以使用，至少要走到巴里公共脚踏车租借站，或是喜来登酒店这里才有。
那骑乘的方向也很简单，一个是往新北市立13行博物馆方向骑，离渡船口单趟车程约11分钟；另一个就是像我往关渡大桥的方向走，单趟车程约20分钟。整条路坡度算是平坦路线，亲子共骑也不是问题。如果只是要骑单程的话，可以越过关渡大桥，然后选择捷运关渡站作为终点站，骑个1小时左右的单车运动路线。那如果是往13行博物馆的方向骑，会较为不方便，终点站为八仙海岸，这里就没有捷运之类的大众运输可以使用，只能再往回骑到渡船口附近来结束。如果是搭配参观博物馆的话，是可以做成半日游的活动行程之一。但如果是要再过去八仙海岸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想不到这条巴黎自行车道居然还能有那么多故事，真的是不骑不知道，一骑吓一跳。这边也不再多加叙述八仙乐园的过往了，感觉这整条路骑起来穿插的话题还真不少。骑着骑着也看到关渡大桥了，那就稍微停下脚步吧。这边可以看到有业者也在做渡船的娱乐行销，比较特别的是还有海盗船的体验营。不过我太早过来这里，也不知道业者是否还有营业。不过看这个码头，感觉就很容易搁浅。难道是要玩抢滩大战的海盗战争方式吗？有体验过的观众，请务必在底下留言区分享。那这里也有提供到大稻埕的航线，不知道放烟火的时候能不能坐船去看。那这条巴黎自行车道在以往的评比中，也列入为台湾票选10大经典单车路线。虽然这数据有点久远了，但目前骑起来的感觉跟体验都蛮不错的。也好在今天的天气相当的不错，早晨的凉风搭配淡水河的美景，早上6点这时段还没有人车嘈杂的烦躁感，骑乘的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值得推荐各位观众来体验看看。那如果是专程为骑单车而来的话，就比较建议连淡水自行车道一并完成，这花个半天时间，好好把这条10大单车路线之一全部完成，也算是解锁一个单车行里程碑。不知道这单车10大路线，在荧幕前的您骑过几条呢？这边真的随地可见这种标语跟告示牌，真的是不太清楚。现在看到的景象是栽种还是疏伐，还是砍了又生，生了又砍，不停的循环，看起来实在是颇为困扰的感觉。不知道是当地居民的请愿，还是未来的趋势。有了解的观众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离关渡大桥越来越近了，也来聊聊这座桥的历史吧。关渡大桥是亚洲第1座全焊接钢拱桥，桥身长达809公尺，道路宽计视线14.5公尺。大桥于1983年完工启用，大幅缩短了巴黎、五股往返淡水、北投的交通时间，说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交通要点，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随当地淡水、巴黎日益繁华，进而催生出淡江大桥。但完全不减这条交通要道的重要性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关渡夕阳这个景点，也是在当地相当热门的景观。不过我这次是早上来骑，就没办法体验到这种夕阳之美。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选择下午时段来骑乘看看，也可以将关渡码头货柜市集排进行整理。在附近也有公共自行车的租借站可还车，就不用为了还要找还车点而伤脑筋。那终于抵达这次的终点站了，等等还要骑回饭店吃自助霸早餐，所以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。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到桥上来走一走吧。上坡的路段角度蛮大的，还是用推的比较安全一点，而且路况就有点糟糕了，就算是下坡也要注意安全。那大概爬了4、5层楼高，终于见到关渡大桥的招牌。看着微微的日出，再加上这淡水河的美景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真是不枉费5点就爬起来骑车。那回程的影片就不多加介绍了，这样来回一趟，公共脚踏车租金也没多少钱，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各位观众来体验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